出大事了。人类找了大半辈子的外星生命第一条关键线索，居然是从类似火星粑粑的生物痕迹里挖到了实锤。NASA 已经把相关结论写进正式科学论文，所有能想到的非生物成因全被排除，只剩生物成因这唯一一个没法推翻的答案。实打实的证据现在就安安静静躺在火星的一块石头上，就等人类伸手去取。2024年 NASA 公开的这一项直接炸翻整个科学界的发现，源头是歼1号火星探测器在杰泽罗陨击坑里找到的一块长得极其怪异的岩石，岩石表面密密麻麻布满了深色的重复图案，科学家给这些图案中较大的起名叫豹纹斑，较小的相关信息暂时没有公开。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图案背后藏着的可能是整个人类文明认知里最颠覆性的秘密。杰泽罗陨击坑是 NASA 精心挑选了好几年的着陆点，科学家们很早就笃定几十亿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完整的湖泊，它边缘的明显缺口就是古河流冲刷留下的痕迹。当年一条古老的河从火星高地流下来，把沿途的泥沙、矿物质甚至可能存在的生命物质全都带进了这个盆地里沉积下来。2021年歼1号精准降落在这条古河的入口处，之后它就像个被扔到荒废几十亿年死城里的侦探，连个参照物都没有，要找的还是30亿年前留下的比普通人的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微小线索。火星上的环境极其恶劣，白天零上几十度，晚上零下100多度，还有漫天的沙尘暴。歼1号每天能活动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还要省着电用，走2步就得停半天充电。就这么晃了整整3年，走了几十公里的路，才终于在一堆普通岩石里瞅见了这块不对劲的家伙。难度相当于在整个北京市里找一粒特定的沙子，这份跨越30亿年的发现的难得程度可想而知。找到石头的第一时间，歼1号立刻伸出机械臂，把身上带的全套科学仪器都怼到了石头上，恨不得把每一寸纹路都扫出花来。第一条分析结果出来，全世界的地质学家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块沉积岩，沉积岩就像是大自然做的千层饼，是河流带着泥沙一层一层堆出来的，每一层都是一个时间段的历史切片，能完整保留当年沉积时的环境信息。我们平时挖地球的沉积岩能找到几亿年前的化石，火星的沉积岩也是一个道理。要是当年真的有生命，那沉积岩里肯定会留下痕迹。这块石头相当于把30亿年前的火星环境完完整整封存在了里面，比任何探测器拍的照片都靠谱。更重要的是，后续测年显示，这块岩石的年龄大约是30亿年，是 NASA 在火星上找到过的火星宜居期关键年代的沉积岩。30亿年前的地球是什么样？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那个时候地球上最早的单细胞生命早就已经出现了，甚至已经开始慢慢演化了。也就是说，地球已经有生命存活的时候，火星的环境跟当时的地球几乎一模一样，有液态水，有稳定的沉积环境，有足够的有机物来源，完全具备生命诞生与演化的基础条件。紧接着，科学家们在那些豹纹斑里检测出了有2种铁基矿物，蓝铁矿和硫富铁矿。这2种矿物的复杂成因不需要特意记忆，只要知道一件事就行。在地球上，只要我们在类似的不规则斑点结构里找到这2种矿物的组合，背后几乎都有同一个答案：微生物活动。因为这些矿物本质上就是细菌分解有机物的时候把铁元素代谢之后排出来的废弃物，时间长了就矿化变成了这种斑点。换句话说，这些豹纹斑就是生命存在过的亲笔签名。只要看到这个组合，地质学家第一反应就是找生物痕迹。 NASA 这次说话格外谨慎，半个多余的结论都没敢乱下，主要是因为之前2次翻车翻得太狠了，脸都被打肿了，早就学乖了。第一次是1996年，克林顿总统亲自出来宣布，说科学家在一块来自火星的陨石里发现了疑似化石的生命形态。当时全世界都沸腾了，头版头条全是找到外星人了的新闻。结果没到半年，后续研究就打脸了。那个长得像虫子的结构根本不是化石，就是水和岩石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的天然结构，找外星人变成了找了块奇怪的石头，场面要多尴尬有多尴尬。第2次更早，1976年，海盗号探测器着陆火星，挖了一勺火星土，往里面加了水和营养液，结果土壤真的释放出了2氧化碳。当时科学家们都快疯了，以为这就是微生物呼吸的证据，结果很快就发现这就是个普通的化学反应，跟你家里蒸馒头放小苏打，醋里加小苏打冒气泡是一个道理，跟生命半毛钱关系都没有。2次狼来了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 NASA 这次根本不敢着急下结论，直接用了最稳妥的逻辑，排除法。
他们把所有能形成这种豹纹斑的非生物成因全列了出来，一个一个做实验验证，一个一个推翻，最后剩下的那个，不管多难以置信，都是真相。可能有人会说，会不会还有其他我们没想到的非生物成因？其实科学界能想到的所有能在低温中性环境下形成这种矿物组合和斑点结构的地质过程， NASA 的科学家都全验证过了，没有一个能匹配上现在的观测结果，所以才敢说生物成因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解释。首先被排除的是高温热水反应的可能，有人说会不会是地下喷出来的高温热液跟岩石反应形成了这种斑点，但很快就被推翻了。首先，火星表面一直是寒冷环境，杰泽罗陨击坑作为古湖泊沉积区，没有任何地质证据显示这片河床曾经经历过高温热液活动。更关键的是，蓝铁矿根本扛不住高温，只要温度超过几十度就会直接分解，根本不可能保留到现在。所以第一种可能直接被否了。第二种被排除的可能是酸性液体腐蚀，有人说会不会是远古火星的酸性液体流过岩石腐蚀出了这种斑点，结果也被推翻了，因为科学家在同一块岩石里还检测到了橄榄石。橄榄石是种极易被强酸破坏的矿物，要是当年环境是强酸性的，橄榄石根本不可能完整保留在岩石里，早就被腐蚀没了。所以第二种可能也被否了，所有非生物的可能都被排除了。剩下的唯一一个没法被推翻的解释就是微生物活动，也就是说，这些豹纹斑真的是30亿年前火星上的微生物代谢之后留下的痕迹。很多人刚看到这则新闻的第一反应都是 NASA 又来玩狼来了的把戏，这次编的什么新借口？这是非常典型的大众认知误区。2次乌龙事件早就把公众对火星生命相关发现的期待值磨没了，再加上大家根深蒂固的固有认知里，火星就是个荒凉死寂的红色星球，连液态水都留不住，怎么可能有过生命？甚至还有不少人觉得，花那么多钱去探索火星，拿几块石头回来，完全是劳民伤财的事，跟普通人的生活八竿子打不着。就算真的找到火星生命存在过的证据，也影响不了自己明天上班打卡、买菜做饭。这种误区本质上是把基础科学探索的价值和短期的现实收益画上了等号，完全忽略了人类所有的科技进步，源头都是那些看起来没用的好奇心和追问。现在的真实现状是，监狱号已经采集了27根岩芯样本，全部装在密封的金属管里，安安静静放在火星表面的存放点，就等着被带回地球做更全面的检测。只要把这些样本拿回来，用地球上的高精度仪器一测，是不是生物成因的痕迹，立刻就能有定论。这个困扰了人类几十年的问题，马上就能有答案。但原本的火星样本返回计划现在卡住了，美国政府不想出这笔钱，整个任务直接被搁置了。什么时候能重启，还能不能重启，现在全是未知数。反倒是中国已经公开宣布了自己的火星采样返回计划，预计2028年发射，2032年就能带着火星岩石样本回到地球。从现在到2032年，满打满算也就只剩6年时间。6年之后，人类就能第一次拿到实锤证据，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潜在问题，就是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发现如果被最终实锤，会给整个人类的认知带来多大的冲击。长久以来，我们都默认生命是地球独有的奇迹，生命出现的概率低到可以忽略，人类就是宇宙里孤零零的独苗。这种认知其实已经在无形中限制了我们的探索边界。那些在宇宙深处漂泊了几十亿年的类地行星，那些我们以前从来没正眼看过的寒冷星球的地下海洋，我们一直默认这些地方不可能有生命存在，连主动探索的优先级都排得非常靠后。要是火星都曾经独立诞生过生命，那说明我们之前的固有认知完全是错的。这些地方说不定都曾经孕育过某种生命，甚至现在还有生命存活，我们以为自己孤独了几十亿年，搞不好从一开始我们就从来都不是唯一的。这项关于火星生命痕迹的发现是足以颠覆人类整个宇宙观的关键节点。无论花多大的代价把火星样本带回地球确认结论，都是一件极其值得的事。如果这个结论最后被实锤，那生命就再也不是地球独有的奇迹。宇宙那么大，有多少行星跟火星早期地球一样，有液态水，有稳定的环境，有足够的有机物。以前我们觉得生命出现的概率低到可以忽略，觉得人类就是宇宙里孤零零的独苗。可要是火星都曾经独立诞生过生命，那说明生命的出现根本不是什么偶然的奇迹，而是符合宇宙规律的必然结果。只要条件达标，生命就能自然而然地出现。这种认知层面的冲击，
不亚于当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伽利略证明日心说带来的影响，整个人类的宇宙观都会被彻底改写。那些从人类有自我意识开始就刻在骨子里的终极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在这宇宙里是不是孤零零的存在？都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答案。我们终于不用再抱着宇宙孤儿的认知在太空里漂泊。基础科学探索从来都不是和普通人无关的空中楼阁。我们今天所有的科技进步，所有的文明成果，本质上都是从为什么，是不是这些看起来没用的问题里来的。要是当年没有人好奇地球是不是圆的，没有人好奇星星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活在天圆地方的认知里，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的航天技术、互联网技术，更不可能有我们现在便利的生活。你可能觉得火星生命的发现都是科学家的事，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可你想想，要是未来我们真的证明了宇宙里到处都有生命，那我们的后代的世界观会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从小就知道我们不是宇宙的孤儿，未来的探索方向会完全不同，这会带动多少技术进步，会催生多少新的产业，说不定我们有生之年真的能看到人类走出太阳系去找其他的生命伙伴。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吗？要是6年后我们真的确认了火星曾经有过生命，那就相当于给整个人类文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们终于知道我们并不特殊，我们并不孤独，宇宙里说不定到处都有生命的痕迹，我们未来的探索方向会一下子清晰无数倍。如果6年后我们真的拿到了火星存在过生命的实锤，你第一时间最想把这个消息分享给谁呢？